哪个星座不适合自由职业？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你的时薪会很高，从此告别了职场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一不打烊的邹毅，今天是我和上山女孩的第4期，邀请到了也是我们的一个山顶洞人时期的学生小恐龙，欢迎你。Hello， 大家好。而且你是在我开课程之前就认识我的，一开始我们是客户对咨询师的关系。快问快答环节，职业专职在做占卜咨询，星座摩羯座，而且你是群星摩羯，因为你现在是在全职做这个嘛，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你最开始就全职吗？其实也过渡了一段时期，有一段时间还在工作嘛，业余时间啊，给朋友啊，然后同事啊，娱乐性质的玩一玩，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玩着玩着，突然就发现，好像自己越学越有点感觉了，刚好也不太想继续再卷下去了的这种工作了，有点像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对这样的感觉。那现在全职的营收如何？又或者跟你原先上班的时候比？跟上班的收入其实差不多，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你的时薪会很高，因为你上班是全天对全天，而且你要 on call 24小时7天 on call， 对，随时可能会被叫起来做东西啊、加班或者随时出差。所以虽然好像数字看上去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你的松弛感，或者说你的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状态会好很多，所以就整体上的营收啊等等，自由职业之后其实变得更好。因为屏幕前有一些同学还是会很担心嘛，他们很多人想加入学习，也确实是想要多一条路，但是又担心说，会不会吃不饱等等。如果你这种担心太多，你可能就永远迈不出这一步。但其实你会发现，只要你尝试一下，人饿不死的，一定会找到办法去填补你的日常需求，寻求到你可以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可能缺少一个契机。这句话从群摩羯的人嘴里说出来很诡异。我觉得其实大家有一个迷思，就是在于不太敢去跨出这一步。我自己的逻辑是，比如说我现在存款有多少，能满足我自己啥也不干，我能活多久？只要我觉得这个时间能有个半年、1年的这种情况，其实你完全可以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去试一下，大不了再回去当牛马嘛。我估计镜头前有一些姐妹也会有这个问题，你原先都是 gap 嘛，就是休息一段时间，那你现在其实这已经是2、3年了，你会觉得这是职业了还是在休息？我不觉得它是 gap 了，因为我已经没有打算再回到职场，从此告别了职场啊，通过一个兴趣变成一个技能，最后变成了一个事业，开启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学了这个技能和工具之后，对你的变化呢，除了说自由职业，对你的生活啊、思考方式等等的。虽然我们是做这个的但是我一直都会觉得塔塔它是给你一个方向上的指引，或者说帮你看清客观存在的一些情况。但是其实具体怎么做，我不会完全的依赖它。我觉得它会给到我一些信息，但是最终的选择权和怎么去做决策还是在我自己身上的。所以我会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来。那你有觉得说其实是更回归相信你自己吗？我觉得真正很大的人生决策一定要相信自己。我觉得学这些工具之后最大的变化其实不是越来越相信工具，而是相信自己。我觉得工具它可能在一些小事情上能给到你一些判断，但是人生大事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它顶多给你个参考，但是你一定不要做完全违背自己意志而迷信这个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想法。现在的生活是你原先加入学习的时候能想象到的吗？其实完全没有，原先还是一个在职场中很循规蹈矩、群摩羯、群摩羯，其实发生了完全想不到的变化。其实现在回看这几年，生活状态变得好多，包括自己的整个人的心态、整个人的状态，完全都不一样了，还是对我自己的有挺大的提升作用。所以没有想到群摩羯最后的归宿不在体制内，居然在自由职业。没有哪个星座不适合自由职业，大家都适合。刚刚听你讲，其实在离职的时候是很焦虑了好几个月，那个时候算是你这几年来最低谷的时候吗？我觉得算是，就那段时间真的已经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困扰，它已经上升到你的精神状态，你的整个感觉都不对，就整个人感觉都不对。上班让人浑身不适，上班前好想哭。如果让你回到2、3年前的你自己，告诉他一句话，你会想说什么？其实我会觉得没有哪一步路是白走的吧，虽然好像走了一点弯路，但其实你会发现它总有一下那个回旋镖还是会回来的。当你真的做了咨询师，你会面对很多同样有工作困扰或者说有这种需求的人，你会发现你更容易站在他们的视角，能更好的给到他们一些开导或者说一些建议。真的就是回旋镖，反而会有一种能量回流的感觉。那对于未来的你自己，你有什么期待的或者是想实现的吗？我希望我自己有你一半卷就很好了。其实是有自己小逼了自己一把，我给自己租了一个办公间，很快就会落实，有一个好的空间去发展东西吧，事业，然后想
有更多的想法了。也就是说，你其实是从兴趣到副业到全职，现在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小场地的这种感觉。Yes。镜头前还有一些姐妹，可能现在真的也在经历职场中，像你几年前的这种状态，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不管怎么样，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或者说多一个底气，我觉得一定是没有错的。你暂时可能客观上很难去抛下所有东西啊，抛夫弃子，抛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至少工作之余，你有一个自己是真正你想做的。但是前提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奔着我要挣钱，发心好的话更容易坚持。是的，是的，任何东西一定要是你的能沉淀下来、沉得住气，而不是很浮躁的去做一个事情，慢慢来比较快吧，不用急着说马上。我现在就要裸辞，我现在就要干什么？你可以先逐步的从兴趣入手。对，你先业余时间慢慢做一做。当你发现自己好像是这块料子，然后做的也还不错，有职业的这个潜能，我可以做这个事情了，再去做。更多人适合的路径吧，不是把自己完全 all in 进来，而是一步一步给自己底气、安全感。是的。不知道今天小恐龙他自己关于咨询师的从业经历有没有鼓励到大家？那大家看到了2、3年之后的小恐龙，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你呢？好，今天的第4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拜拜。